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但是我有密码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。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？你可以去告诉他。叫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，又能怎样？硝烟从未散场，又怎样？突然百孔千疮。只能够战胜残酷，只能去圈住迷途，他要走的每一步，不犹豫，不彷徨，这一个星光长什么模样？用善良捍卫人的立场。喝哪个呀？原味的，谢谢你。哎，我先走了。罗莉，罗老师，请您喝养乐多。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？有，李丽决定接受您的建议，和玲珑美食和解。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归何塞管了吗？他想让我跟您解释一下，他当时就孕激素导致情绪失控，我不介意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。为什么？谁让你改的？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考客户的资料。谁？老洪。改回去，改回去！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，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。比如说，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，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，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。如果说你不愿，我在跟客户通电话。几百亿的家族信托，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？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，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。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，谁跟你说的？你承认了？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。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，你劝我放弃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。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，而是你的尊严。不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，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。就比如说，你的助理黛西小姐。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，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。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，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。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，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。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。你猜错了。你是个理性的人，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。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，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，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？这跟我的面子无关，所以我奉劝你。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，有些案子就算了。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？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，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？好，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，你信吗？
中国有句话说得好，富不过3代。为什么？第1代辛苦赚钱，第3代宰卖爷田，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，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。说实话，罗宾，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，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。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，规划他们的所有，避免他们手足相残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多签一个客户，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？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，他们越早知道，就越早能规避风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打搅你了。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？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什么，直接告诉我，跟我要。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。你不上班，办公室没有人，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。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，输入了我的生日，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：欢迎回来。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什么电脑，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，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。哦，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的错，我太懒。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？对，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，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。是吗？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？有空吗？你说什么时候？是这会儿、一会儿还是下午？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。不急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哎，马上告诉我，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可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客户不同意和解了，他那索赔20万，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。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罗宾知道你父亲忌日是干嘛呀？他想祭奠一下。我把他的电脑设成了这个密码。哎，不是你笑什么呀？啊？日子真特别啊！哎，你回去好好和，别笑了，你回去好好和你们客户说说啊。我们是不愿意打官司，但是如果他们特别想打，我们也不怕。罗宾让你跟你姐说，那笔钱是你让你姐夫借的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姐会耿耿于怀，执念于我姐夫为什么要瞒着他跟别人借钱。你绝对不能答应。可是，我要真的把真相告诉我姐的话，那我姐会为此事痛苦一生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承担真相，他就不配得到幸福。
家族信托这块是由我们所另外一位同事负责。对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。好的，咱们常联系，再见。我记得你父亲跟检察院不要打我父亲的主意。没打你父亲主意，我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跟检察院沟通。那就走正常的渠道沟通好。是正常渠道，你把你父亲理解成歪门邪道了。那你沟通目的是什么？轻判？不判？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呢？没有这样的先例。所以我们要开一个先例。咱们俩第一次喝这梦之蓝的时候，还是咱俩实习的时候。不，你记错了。我没记错，咱俩当时在弄同一个案子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记错了，是在你姐姐婚礼的时候喝的这酒。是在我姐姐婚礼上吗？那我怎么不记得呢？你喝醉了，你当时还跟我们说你替你姐起草了一个特别牛的婚前协议。无论是什么事儿，无论是什么理由，不管是谁提出的，所有的财产，不管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，都归何必所有。而且刘英美签了，他看都没看他就签了。哎，我姐找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我喝点酒就会告诉你啊？你回忆一下，你跟我喝酒，你占过上风吗？哎呦，我跟你喝酒，我不是为了占上风，这不因为咱俩感情好吗？对，你还是放下吧啊！哪次你喝多了，不都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不是，那我给你写一保证书，行不行？咱们俩喝酒，不管我出什么事儿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你都喝出事儿了，保证书还有个屁用？不是，那你告诉我啊，我姐到底为什么找你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不告诉我，可就喝酒了，我可就照着往医院走喝酒了。啊，想你养了，你这招还真挺吓人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刘英美她有小三儿了？没有。那到底因为什么呀？你不说我就喝了啊！好，你坐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答应。如果我说了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。行，啊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不违法。但不能是什么穿着裙子上班之类的事儿啊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什么？如果你反悔没有做到，你就穿着裙子去上班，答应吗？我不会反悔。那你承诺？我承诺。发誓。哎呀，我发誓。我何在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得把它录下来。哎呀，我不会食言的。那也必须得录。说吧。我何在郑重声明，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，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，我就干什么事儿。如果我反悔了，我就穿裙子上班。说清楚。我就穿裙子上班，这回行了吧 ？OK， 说吧。我得检查一下。郑重声明，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，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，我就干什么事儿。如果我反悔了，我就穿裙子上班。行，你能说了吧？这回你说不说呀？你坐下。不做，说。你不做，我不说。你说我不做，我做，你说吧。刘英美死了以后，你姐发现一个大盒子，里边全是借条，有600多万吧？600多万？不是，那是他借别人的，还是别人借他的呀？刘英美的钱都在你姐那儿，她哪有钱借给别人？肯定是别人借给她的。那别人借给他的借条应该在别人那儿啊。我就是这么跟你姐说的呀。我姐信了吗？她不太信。谁也不能信呢。按常理来说，刘英美把这钱还给人，那借条就还回来，而且就撕了，他留着干嘛呀？你们俩真是一家人，逻辑都一样，这正常逻辑啊！不是你说那原因太没说服力了。那你倒是说一个有说服力的，我学习一下。
刘英美想跟我姐离婚，但是她当时呢，她跟我签了这个婚前协议了，她怕她净身出户，她想弄一笔钱出去，所以她就让她的朋友给她写了一个借条。我真是佩服你的推断力，加10分。她的计划就是，她先跟我姐姐说她要离婚，是因为她在外边欠了很多的钱，我姐姐呢肯定是不想跟她离，那就会帮着她一起还钱。这么着，他就把一笔钱给倒腾出去，然后他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一直倒到我姐姐忍无可忍了，跟他离婚了，他这计划就算实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刘英美，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她不是一老实人，她当初刚跟我姐好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呢？她死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。这条可是有年头。那就是说，有年头以前他就想了跟我姐姐离婚，但是呢，他忌惮于我会跟他死磕，所以他没敢。你认识刘景明吗？刘景明，我姐最烦他了，他就是一渣男。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。董永一贫如洗，却偏偏爱上了天庭的七仙女。可是七仙女的天庭亲戚们呢，都不信任他，尤其是这个七仙女的亲弟弟，逼着他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婚前协议。董永以为签了这份协议就好了，就可以得到尊重了。可事与愿违，不但没得到尊重，反而被人更看不起了。人们还说，他为了攀龙附凤，居然签了这么一份没有尊严的协议。不，他自己可是认字的啊！我们没有拿着枪逼着他脑袋。一个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生活久了，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，所以他就伪造了这些欠条啊。事实是，他没有伪造欠条，是刘景明给他写的欠条。只不过他一直犹豫再三，没有启用。这就是你姐一直问我，刘英美为什么借了那么多钱，我始终没有办法回答她的原因。就如实的跟他说，你姐会恨你的，她也会恨她自己。他就应该恨他自己，所托非人。我不这么认为，真的。所以何塞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，咱们两个共同把这故事编圆。我跟你一起啊！你想让我啊跟我姐姐说是我欠了这些钱，刘英美是帮我跟别人借的钱？没错。你姐姐知道你好面子，要面子，你官司打输了，被客户索赔，你又不好意思声张，所以不是你这太过分了吧？你让我跟你一起骗我姐姐，以此来表达你对刘英美的歉意。我为什么对她有歉意？因为你从来没有信任过她，她就不值得别人信任。她爱你姐姐，她想过跟我姐离婚，她没有离，她只是想，充其量就是想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幸福的婚姻，在漫长的生活当中，总有这么1到2次想要离婚的念头。你说错了啊！原文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，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。这是温格朱莉写的《幸福婚姻法则》。我知道你读书多，但没想到这种书你也读。那怎么了？我不能读吗？能读，当然能读。所以，咱们就这么说好了。我就跟你姐说，刘英美借了钱是为了你，这不是事实，我不会承认的。你答应我。但是我不能说谎嘛，我不能跟我姐姐说谎嘛。我从小就跟我姐姐有这个约定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那你就穿裙子上班？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我就把这视频发到快手上去。那我就告你侵权。那我就道歉，反正别人已经看到了。那你就太臭流氓了吧？臭流氓也要穿裙子上班。给我！